这位96岁的奶奶曾经死过，但又活了过来，不仅长出了黑头发，还长出了新牙。村民都曾参加过她的葬礼，而此刻她却在厨房做饭，看起来非常健康。她记得自己生病住院，但完全不记得自己死而复生的经历。面对节目组的质疑，老人的女儿说，这一切都是真的。当时在医院里，母亲就停止了呼吸，我们连衣服和板板都为她准备好了。之后，老太太突然开始咳嗽，慢慢的恢复了生命迹象，家人都感到很震惊。医生听说后也感到很惊讶，和老太太一样死而复生的还有下面这只狗狗。这是一只从坟墓里爬出来的狗，在它死后的第5天，自己一瘸一拐地爬回了家。主人看到它回来，头发都炸起来了，而且旺财后腿受了严重的伤，只能用前腿爬行。这一切要从5天前说起。那天主人在田里干活，旺财在马路上溜达，一个没注意就被过往的车碾压了。当主人赶过来的时候，旺财已经奄奄一息，没一会儿，旺财就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主人非常伤心，然后邻居帮忙把旺财埋在了山上。但就在5天后，主人在院子里突然听到一声熟悉的狗叫。刚开始她以为自己幻听了，没太在意，但随后她老公也听到了狗叫声，于是他们朝声音的方向搜寻，最后在房子附近的沟里发现了旺财。主人感到很不可思议，邻居也很内疚，毕竟是自己误以为旺财死了，才帮忙埋起来的。此时旺财的身体情况很差，宠物医生对他进行了全面检查，发现旺财后腿已经粉碎性骨折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是如何从半米深的坑里爬出来的？为此，节目组邀请了动物行为专家，专家分析后说，当时掩埋旺财的土壤颗粒很大，还混合着很多杂草，使得空气能够流通，这很利于他爬出坟墓。破土而出的旺财就这样沿着回家的路一点点爬行，最后爬到了家附近的沟里，沟里面的水帮助他生存了4天，最终被主人在这里发现。随后医生给旺财做了骨折手术，手术很成功，骨头都恢复了原位，那就希望旺财早日康复。勇敢狗狗不怕困难，他们都是经历过死亡的。而下面这位是每天都会神秘消失，这个男人说他妈妈每天晚上都会神秘消失，于是节目组趁白天赶紧去见了他妈妈。原来是小狗的妈妈。主人说每天晚上都看不到它，天亮了又会准时出现。主人只能再次把小白拴起来，问题是它一直被链子锁着，而且锁扣需要按压才能打开。小白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挣脱锁链的。开锁专家也说，这种锁扣只有人才可以打开。专家认为是有人故意帮小白解开的，但是家里其他人都说没有帮小白解开过锁链。没办法，节目组决定安装摄像机全程拍摄。刚开始一切正常，时间来到半夜2点13，突然一阵声响惊动了节目组，接着就发现小白已经消失了，狗窝里只剩下了狗宝宝。节目组赶紧查看录像，小白刚开始只是来回徘徊，突然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锁扣就被打开了，接着小白就消失在漫漫黑夜里。为了解开谜团，节目组又邀请了动物专家，专家反复观看录像后，终于发现了问题。锁链是用一根电线制作的，当小白来回走动时，就会把锁链拧起来，利用巧劲别开了锁扣。刚开始的时候，小白可能意外打开了1次，慢慢的他就对开锁越来越熟练，毕竟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现在问题又来了，小白为什么要选择晚上消失？专家通过分析后发现，原来小白消失是为了来后院吃狗粮。专家表示，小白是个尽职的母亲，她知道要想喂好孩子，自己就要保证营养，才会每天偷偷跑出来加餐。主人感到很内疚，决定以后在小白的狗粮里再多加上1盒罐头。最后我还有个疑问，为什么小白的2个孩子是不同的品种啊？知道的评论区说一下。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让我们一起走进科学。他吃冰淇淋要加辣椒酱，一口下去冰火2重天，还说口感很像奥利给。咖啡里也要加入半瓶辣椒酱，搅拌一下一饮而尽。他说餐厅的辣椒一点都不辣，会随身带着1瓶秘制辣椒酱。吃炸酱面要先来上1勺免费辣椒，再加入自己秘制辣椒，好家伙，直接成了辣椒拌饭。旁边大哥闻了一下就辣到咳嗽，吃完呢接着喝点水，水里也要挤入辣椒酱。更奇葩的是，喝感冒药也要加辣椒酱，还说这样容易出汗好得快。剩下的1点药汤里再加上米饭，这样更有食欲了。感冒好了就要吃烧烤，喝啤酒那自然少不了辣椒酱，喝这么1杯顶过去2杯。不仅如此啊，连他7岁的儿子都酷爱辣椒酱，米饭必须拌辣椒才能吃，连黄桃罐头都要蘸辣椒。刚开始工作人员还以为是番茄酱，尝了一口，厉害厉害。和他爸爸一样，他喝水也只喝辣椒水，不仅是辣椒，各种各样的芥末也是他的最爱，如果不给吃他就会哭。那他们真的健康吗？经过检查，医生发现父亲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儿子很幸运暂时没发现问题，但医生还是建议少吃，毕竟正在长身体，要多吃有营
营养的东西。如果吃辣有段位，下面这位大妈也属于王者级别，她10分钟就能吃完1盆辣椒，这就是她今天的午饭。为了增加口感，她会用辣椒蘸辣椒酱，嘎嘣脆，好像吃黄瓜一样。她竟然没有丝毫反应，这该不会是假的吧？工作人员决定尝一下，咬下一小口，差点被送走。大妈淡定地看着一切，不一会儿就干完了1盆。为了测试她能吃多辣，节目组准备了世界各地的辣椒。大妈看得两眼放光，这么多辣椒看着就好吃。首先出场的是来自墨西哥的胡椒，大妈说还不错啦，很甜。接着是烟熏辣椒，吃着像柿饼。第3个是来自泰国的辣椒，吃起来脆脆的像薯片。一旁的工作人员都看乐了，再次尝试，还是辣到不行。大妈感觉很莫名其妙，根本就不辣嘛。虽然大妈很能吃辣，但也有她吃不了的东西。她不能吃洋葱和大蒜，一吃就会满脸通红，甚至会吐血。为啥会出现这种奇葩现象？医生提取了辣椒素，对大妈进行感官测试，把沾满辣椒素的棉签插入鼻孔，大妈一点反应没有。医生认为大妈对辣椒素不敏感，而大蒜之所以辣，是因为含有大蒜素，大妈对大蒜素非常敏感，所以才会觉得辣。即使这样，我觉得大妈也属于吃辣的王者级别了。然而下面这位小姐姐表示不服，冰淇淋加辣椒酱，这是她的神仙搭配，她一天就要吃3瓶辣椒酱，橱柜里也摆满了各种辣椒酱，每顿饭都要加上新鲜的辣椒段，还说辣椒能帮自己释放压力。现在她要挑战当地最辣的炸酱面，还要求厨师多放1斤辣椒面。即使这样，她还是不满足，在面上又加了辣椒段，吃得一脸惬意，周围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节目组给她准备了3种当地最辣的食物，第一个是辣炒年糕，刚吃一口她就笑了，没什么感觉嘛。第二个是辣酱咖喱，这个有一点点感觉，很快就干完了1盘。第3个是魔鬼辣鸡腿，仔细品尝下还是一点反应没有。她说从来没有吃到过让自己感觉辣的东西。听到这话，节目组放出了大招，端上来一盒死神辣条，是用世界上最辣的龙息辣椒制作的，辣度是普通辣椒的220倍。据说这玩意儿只能中午吃，很多人吃完都坐上了依维柯大金杯。小姐姐也重视了起来，扎上头发，准备好牛奶，挑战开始。她一口吞下去，仔细嚼了嚼，还不错。刚开始有点甜，后面有一点点辣。即使这样，她依旧一滴汗都没出。不过这样吃辣，屁股受得了吗？经过检查，医生说她患有轻微的食道炎和痔疮，必须要改变饮食习惯了。好了，我是岳飞，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他天生就有2个胃，一次能吃100个肉夹馍，吃自助餐盘子都能堆到天花板。老板被狠狠上了一课，但这仅仅只是开胃菜。接着来到路边摊，又吃掉了10份烤冷面，这属于他的餐后甜点。这样下来一顿午餐就算吃完了。来到公司直接冲进了厕所，还说自己消化快，一天就要拉8次，放屁都比别人臭。每天都是上班、餐馆、厕所3点一线。下班后他来到一家烤肉店，先要了10斤五花肉垫垫肚子，烤到滋滋冒油，一次夹上3块，再放上1勺芥末，一口吞了下去。很快10斤肉就进肚子了，现在感觉有6分饱了。回家又做了1份辣酱拌饭，还加了1管芥末，说自己完全感觉不到辣。之所以这么能吃呢，是因为自己天生有2个胃。工作人员肯定不信啊，带他来到医院，医生也不信，从来没听说过有2个胃的人。接着给他做了胃镜检查，医生的表情逐渐严肃起来，看起来好像真的有2个胃。接着又推他照 CT， 观察他的消化过程。当他吃下东西，胃部很快凸出来一大块。医生说其实他没有2个胃，只是他长期暴饮暴食，胃被撑大了1倍而已。为了健康必须要控制饮食，小哥也表示会慢慢改变饮食习惯。最后他还做起了美食博主，给大家传递健康的饮食理念。和他一样，下面这个小哥从小就与众不同，他背上长了一颗巨大的黑痣，从脖子一直延续到后背，上面长满了毛发，又粗又硬。工作人员摸了摸，非常扎手。小哥说刚开始只是一个小黑点，慢慢的就长成了一大片，甚至腿上也长了大大小小的黑痣，走到哪都是别人议论的焦点，围观群众都看懵了。但小哥很大方，还主动让人摸摸看，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小哥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不会刻意把黑痣隐藏起来，别人的指指点点小哥并不在意。然而小时候却不是这样的，上学时一直遭到同学的嘲笑，都说他是怪胎，还给他起了很多外号，这让他很自卑。老师一直鼓励他，既然无法改变现状，首先自己就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让内心充满正能量，不要在意别人异样的眼光。从那之后，他会大方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妈妈说之前家里穷啊，没钱给儿子看病，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不过呢，节目组就是大气，直接带小哥来到大医院，医生检查了半天，说因为黑痣一直在生长，现在要先确定黑痣是否病变。接着一番全面检查，医生给出的结论是可以慢慢的逐步去除黑痣。听到这话，小哥对生活更加充满希望。我觉得小哥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然而下面这家人更神奇，他全身没有骨头，把手按在凳子上，他可以围着凳子转圈，正常人手臂只能转200度左右，他却能转360度，还说一点都不疼。圆规画圆都不用倒手，一气呵成，洗碗也变得很方便，还上过节目，主持人都看懵了。然
然而他其他部位却非常僵硬，脚踝能转动的幅度很小，把腿绷直，双手也够不到地面。他觉得自己手臂没有关节，所以才能旋转360度。为了搞清楚怎么回事，节目组带他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医生说他的肩关节和肘关节活动范围比正常人要大，骨头并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这种技能好像还遗传，他女儿也能360度转动啊！不仅如此，他弟弟也有过人之处，弟弟天生就有个长舌头，足足有10厘米，舌头轻轻松松可以舔到鼻子，如果借助外力的话，甚至能够碰到眼睛。和朋友一对比，比朋友的舌头长2倍，吃酸奶都比别人吃得干净，酸奶底部被舔得干干净净，狗见了都流泪。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舌头？医生检查过后说，一方面是有遗传原因，另一方面经过他长期训练，舌头附近的肌肉很发达，能很好的控制舌头，经过测量足足有10厘米，好像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真是奇奇怪怪的一家人。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他把风油精涂在眼睛上，一天就要用掉1瓶，边涂还边笑，说涂完神清气爽。大叔随身都带着2瓶，家里到处都是风油精，看电视的时候涂，开车的时候涂，半夜也要涂1次。最急的人是他老婆，怕他涂死了，而他自己却说自己根本离不开风油精。这又是为啥？他也不解释啊，反而变本加厉，觉得涂眼睛上不过瘾了，直接用风油精洗脸，看样子也不错，洗完精神抖擞。那他到底为啥要涂风油精？真的是奇怪。周围人也是看得一脸懵逼，真的不会疼吗？旁边的大叔决定试一试，结果直呼辣眼睛。这时啊，他终于说出了涂风油精的原因。原来大叔之前眼睛受了伤，什么都看不清，偶然用了1次风油精，竟然能看清楚了。从那之后就离不开风油精了。但风油精真的有那么神奇的功效吗？医生猜测，在风油精的刺激下，大叔眼泪分泌旺盛，使得眼睛非常湿润，这可能是帮他看清楚的原因。但风油精对眼睛有非常大的伤害。经过检查，大叔的眼角膜确实受到了严重损伤，风油精没能治愈他，反而加重了病情，必须立即停止使用风油精，还给大叔拿了专门治疗眼睛的药物。所以说有病就要对症下药，不要相信偏方。和他比起来，下面这位尼姑更奇葩，他把洗衣液涂满全身，每天都要涂好几次，一天就要用掉3瓶。诵经累了就要往身上涂洗衣液，外面散步的时候要涂一涂，工作时也要涂，总之不允许身上有干燥的地方。就连洗澡都是用洗衣液，先往盆里倒入满1瓶，蹲在盆里就洗了起来，洗衣液直接成了他的沐浴露，家里还存了上百箱的洗衣液。然而这仅仅只是1个月的量，他1年内用掉的洗衣液足够别人洗17年的衣服。更奇葩的是，他洗衣服呢却从来不用洗衣液，还说用洗衣液洗衣服就是浪费。节目组很担心他，而他自己却说正是洗衣液救了他的命。这又是为啥？原来啊，去年他遭遇了入室抢劫，受了严重的外伤，虽然恢复了健康，但皮肤依然瘙痒不断。有天实在痛到无法忍受，莫名其妙涂了一点洗衣液，没想到皮肤一下就不痒了，还治好了自己的脚气，从此就一直使用洗衣液了。节目组还是担心他的健康，带他来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伤口愈合的时候痒一点是正常的，但由于洗衣液的刺激，他的皮肤变得很干燥，还得了皮炎，必须停止使用洗衣液。他也很听话，回家就把洗衣液都丢了，用上了正规的护肤品。和他一样有奇怪癖好的还有下面这位奶奶，她把凡士林涂在眼睛上，每天用1盒，已经这样做了30年，涂完还要做眼部运动，耳朵后面脖子上也不能少，再挖上一大勺涂在膝盖上，说可以治感冒，脚上也不能少，据说治脚气一绝。肚子疼呢就涂在肚脐眼里，手上有伤口也可以用，还说能加快伤口愈合。凡士林在他这里可以说是包治百病，一天就要涂3次，家里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凡士林。医生说虽然凡士林有滋润皮肤的效果，但是要适量。奶奶呢却什么话都听不进去，因为她认为自己亲身体验过凡士林的神奇效果。奶奶出门可以不带钱包，但不能不带凡士林。来到公园就开始锻炼，爬上爬下，看起来身体确实很灵活。这还没完，奶奶还展示了自己的绝活劈叉。要知道奶奶今年已经80了，然而她的迷惑行为还不止这些。晚上睡觉前会拿2个木棍在身上来回敲打，说可以疏通经脉。为了健康，她把大部分时间都拿来锻炼身体。那她现在情况如何？医生检查过后说奶奶的眼睛出现了角膜发炎，不能再往眼睛上涂凡士林了。凡士林带给奶奶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对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运动才是她保持健康的最大原因。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监控每天都能拍到一个神秘物体，通体白色，还带2个小翅膀，一闪而过，速度极快。刚开始呢，工厂保安认为是塑料袋之类的东西，但每天都出现就很不正常了。员工在监控附近找了半天，都没有看到任何塑料袋，诡异的现象不断出现。工厂另一个监控也拍到了奇怪画面，有一束强光射在地面上，好像是外星飞碟在盘旋，同时还能听到狗在大叫。出来呢，却什么都没有看到，光束只能被监控拍到。这件事很快惊动了工厂老板娘，老板娘呢是个文化人，她才不信什么飞碟之类的，让员工用纸飞机模拟白色物体，在监控前丢出纸飞机，监控显示纸飞机全身也发着光，和刚开始拍到的物体很像。这就对了嘛，之前的白色物体肯定也是个什么垃圾之类的。老板娘又让员工用强光手电模拟光束，虽然在监控上能看到强光手电形成的光晕，但是和之前稳定的光束完全不同，无论怎样模拟都达不到之前的光
光束效果。老板娘怀疑监控设备出了问题，找来监控售后人员检查了半天，售后却说设备一切正常。真的是奇怪。节目组又架起了多个摄像机，也拍到了神秘的光束。没办法了，请专家吧。专家左看右看，说这束光看起来和普通的光线不一样，光束很稳定，不会扩散，这是地球上的光源做不到的。难道真的是外星飞碟？专家左思右想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还真成了未解之谜。同样遭遇怪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座寺庙。寺庙里的荒废电梯每晚都会传来诡异的哭声，声音是从这个缝隙里传出来的。电梯底下好像住着什么东西。师太说每次打坐念经的时候声音就会立马停止，这东西好像很害怕念经，关键这是佛门净地，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师太心里还是有点怕，每晚都会安排人念经到天亮。这东西胆子也是越来越大。有一次师太吹口哨，他竟然还回应了起来。那会不会是小动物之类的？师太说下面全是水，不可能有动物能存活的。那这电梯下面到底是什么？节目组决定把相机伸到下面一探究竟，左看右看，除了一滩死水，里面啥都没有。接着又把相机伸到水下，还是一无所获。师太想吹口哨引起这东西的回应，这次未能如愿，里面还是静悄悄的，实在没办法了。节目组决定拆电梯，还把电梯里面的水都排空了。工作人员壮着胆子爬了下去，环顾四周没有看到任何生物。工作人员不放弃，继续翻找，突然一只树蛙跳了出来，难道声音就是他发出来的？专家再次听了下录音，还真是树蛙的叫声。之所以声音和平时蛙叫有差别，是因为它们正处在发情期而已。解决了寺庙的问题，下边的玩具又出现了新问题。这个玩具频频传来怪声，只要静静的听，就能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他有次还看到女儿半夜跟玩具对话，这把他吓了一跳。女儿却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玩具，真的是奇怪，一个实木玩具怎么可能会叫？有时候主人气不过，用力敲两下，它又会稍微消停一会儿。不过凡事要讲科学，节目组用话筒录下了这个怪声音，找到了声音分析专家，对录下来的声波进行了波长分析。专家说声波间隔不一样，很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应该是某种生物移动时产生的声音。真是见了鬼了。主人拿着玩具又找到了一位木工，木工研究了半天，说自己没有听过这种声音，这不像是木头能发出来的。所以床里真的有某种生物吗？主人做了个奇葩的决定，把玩具带到了医院。干嘛呢？上 CT 机。医生们也是第一次给床做 CT， 看了半天，终于看到了一点点奇怪的地方。这个木头边框里面有个3厘米的东西，经过反复实验观察，医生确定这就是一只3厘米长的虫子，而且还发现了虫子吃木头的痕迹。看到这个东西，夫妻是想哭又想笑，原来都是他在搞鬼。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学校操场离奇出现了一个巨型数字9，数字竟然是用全校课桌一张张拼起来的。起初老师以为是学生的恶作剧，命令学生把自己的课桌搬回教室。结果第二天早上，课桌又全部出现在了操场，这次拼出了巨型数字8。老师这下彻底怒了，质问学生到底是谁做的。见没人承认，他决定今晚就住在学校，用望远镜一直盯着操场，决心找出这个始作俑者。时间来到半夜12点，他突然感到一阵眩晕，接着就昏倒了。再睁眼就看到身边围满了学生，才发现自己在讲台上睡了一夜。他顾不上这么多，赶紧来到窗前，想看下操场上有什么变化。这一看他直接懵了，操场上又出现了课桌，这次的数字变成了7，很明显这是在倒计时。不出意外的话，明天早上数字就会变成6，再接下来就是5、4、3、2、1。而且最近学校周围乌鸦成群，好像真的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有老师认为是外星人干的，如果数到0的话，外星人就会对学校发起攻击。但不管怎样，他还是笃定这是学生干的。校长也认为是学生干的，决定今晚让保安整夜巡逻，给每间教室都上了锁，发誓今天晚上一定要抓住肇事者。结果第二天就看到保安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呼呼大睡，他赶紧来到操场，不出意外数字变成了6。很快这件事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还上了新闻，人们都在讨论这神奇的倒计时到底意味着什么。新闻报道称会对操场进行全天候直播，相信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第二天不出意外的话，肯定又要出意外了。做直播的记者也和之前保安一样，全都睡得死死的。查看昨晚的监控，刚开始一切正常，可当时间来到半夜12点整，画面突然就消失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早上5点半，画面才恢复正常。此刻操场上数字变成了5，事情越发诡异，看起来真的不是学生能办到的事情。学校开会决定临时停课，对操场进行封锁。即使这样，数字却还在倒计时。第二天又变成了4。校园的神秘事件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昨晚就有大批民众聚集在操场外，想要见证奇迹，结果都在12点的时候瞬间睡着了。现在连专家都猜测很有可能是外星人的所作所为。接下来的2天，数字也逐渐由4变成了2，就连政府都在紧急召开会议，谈论即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情况，甚至怀疑数字变成0时，整个日本都有可能毁灭，还呼吁大家赶紧逃离东京。一时间人心惶惶，大量民众逃离东京，期间还有人趁火打劫。政府提醒市民要注意人身安全，接着他就被一个平底锅拍晕了。
劫匪把他家搜刮了一遍。第二天，为了关注事情的进展，他用脚打开电视，现在操场数字已经变成了1。新闻报道称，政府为了抵御外星人的侵略，已经在东京展开了紧急部署。终于到了最紧张的时刻，这天操场上数字变成了0，操场内外一片寂静，人们都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结果到了下午6点，眼看就要日落了，校园内还是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变化。很快来到深夜，他和妻子的合照突然掉落到眼前，想到还在外地工作的妻子，自己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他突然使出一股洪荒之力挣脱了绳索，接着冲上街道，街道早已被封锁。他突破重重阻碍来到操场，时间也刚好来到了12点整。只见周围突然刮起一阵妖风，课桌开始抖动起来，紧接着就全部飘向了半空，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圆圈。他都看呆了。这时一张课桌从天而降，把他砸晕了过去。等他再醒来时，已经躺在了学校天台上，周围一切都没有改变，似乎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没发生。他起身看了一眼操场，操场上的数字变成了-1，也就是说倒计时还没有结束。这也许真的是外星人和人类开的一个玩笑吧，嘿嘿。他后背上竟然长了一个脑袋，还变得越来越大，摸起来呢软软的，感觉里面好像有东西在动，但谁都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而医生的一句话让所有人大惊失色，直到最后把脑袋切开，才看见他的真面目。大叔说，自从多了一个脑袋，感觉自己变聪明了很多，但常常感觉后背有虫子乱钻，手臂和脖子还经常会失去知觉，心里呢会产生2种不同的声音，分别控制自己，常常会产生邪恶的念头。他怕以后无法控制自己，真的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所以呢赶紧找到了医生，来了个线上会诊。当他把衣服脱掉，这东西的个头属实把医生吓了一跳。他说这东西已经长了23年，有一次呢在野外洗澡，过了没几天就长出了这东西。刚开始呢和葡萄差不多大小，慢慢就变成了这样。会诊过程中，他突然开始胡言乱语，还奇怪的大笑，看着呢根本不受控制的样子。医生顿感不妙，怀疑是洗澡时感染了食脑虫。当食脑虫侵入体内，会一点点啃食神经组织，患者就会出现头痛、恶心、四肢麻木的症状。由于肿块紧靠着脑袋，医生怀疑食脑虫已经侵入了大脑，情绪控制相关的大脑区域已经受到了干扰，大叔才会出现幻觉、精神错乱等症状。一旦食脑虫开始啃食视神经，那他将会有失明的可能。现在必须要尽快进行手术，看看这个脑袋里到底有什么。医生还想问一些关键的信息，但大叔依然不停地胡言乱语。这时大叔的儿子走了过来，医生赶紧让儿子把他控制住，等大叔稳定下来后，赶紧送来医院。隔天大叔来到医院进行手术，医生经过细致的计划和准备，手术就开始了。把脑袋割开后，接着就流出了一坨白花花的东西，看着非常像奶油。不过还好，医生并没有发现食脑虫，看起来只是普通的脂肪瘤而已。处理完毕，缝合伤口，慢慢的就可以康复了。这个公寓的住户凌晨4点必须起床，然后捂着耳朵站在墙角，也并不是他们想起床，而是被一个怪声吵醒的。每到凌晨4点，整个公寓就会传来敲门声，有时声音又像小孩在楼顶玩玻璃球的声音。物业也试图找到声音来源，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但声音仍然存在。现在反而变本加厉，什么奇怪的声音都会出现，公寓住户都被搞得精神崩溃。这个大妈就受不了了，长期折磨让她患上了神经衰弱，现在只能在外面租房住。大家偷偷安装了监控，想看看到底有多夸张。一到凌晨4点，震耳欲聋的声音把摄像小哥都吓一跳，噪音高达90分贝。要知道地铁站的噪音才81分贝而已。大家发现用铁锤敲打瓷砖的声音和这怪声很像，怀疑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到底是什么人会一直制造这种声音呢？犯罪心理学家表示，半夜发出这种声音能影响人们的生活，这可以让他内心得到莫大的满足。这种人就是心理变态。大家决定找到这个罪魁祸首，准备了10多台监控，蹲守在大楼各个角落。结果几天下来，这怪声突然神秘消失了。大家猜测，这个制造噪音的人已经害怕了，其实没必要再调查了。1个月后，节目组回访，物业表示自从节目组开始调查后，声音就没再出现过。这下大家都能安心睡觉了。他对着家里的窗户连续拍了5个小时的照片，只为拍到一个熟悉又恐怖的东西。一家人最近被这东西搞得心神不宁。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家住3楼，最近却出现一个梳着双马尾的老太婆，趴在窗户死死盯着一家人，就问你怕不怕？这鬼脸是偶然拍到的，一开始以为是窗边玩具印上去的，放大后一看不对劲，越看越像人脸，更像是一个面目狰狞的老太婆，这把他看得头皮发麻。紧接着对着窗户又拍了几张，结果照片里神秘的老太婆又消失了。你就说怪不怪吧？关键这是3楼啊，一般人根本就上不来。他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人，赶紧拿着这鬼照片找到专家。专家对照片进行数据分析，结论是这鬼脸是真实存在的，并不是 PS 的。但专家并不认为是灵异事件，他认为是室内物体反射产生的阴影而已。仔细观察后，发现鬼脸旁边有椅子的影子，猜测这鬼脸应该是挂在椅子上的衣服反射形成的。紧接着专家开始了测试，在椅子上挂好衣服，对着窗户拍照，拍到的照片上果然出现了一些轮廓，但并不像人脸。专家继续摆弄衣服，
尽可能的弄出更多褶皱。就这样一直拍照测试了5个小时，终于拍出了之前的鬼脸，所以这就是一种巧合而已。他在厕所偷偷安了监控，正对着马桶和面盆，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晚上等一家人睡着后，厕所就会传来咕呱咕呱的怪声，打开灯却什么都没有，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窗，根本不可能有东西能进来。这怪异现象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半夜都不敢上厕所。有次主人半夜实在尿急，蹑手蹑脚的来到厕所门口，就看到一个小黑点闪过，从面盆一水孔钻了进去。这下主人更怕了，拿着录到的声音求助专家。专家一听却笑了，给他出了一招，在水龙头上绑一条面包虫，把这东西调出来。主人壮着胆子乖乖照做，完事只需要守着监控静静等待。没一会，厕所就传来了一声咕呱的叫声，只见有个黑黑的东西在众目睽睽之下从面盆里钻了上来，仔细一看竟然是只树蛙。难道一直发出怪声的就是它？树蛙对着面包虫若有所思，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接着一口吞了。没成想虫子绑得太紧，尝试了几次都没吃到，又灰溜溜地钻进了面盆。关键它家在9楼，这树蛙是怎么爬上来的呢？虽然树蛙会爬墙，但靠它自己是不可能爬到9楼的。楼上楼下的邻居都问过了，也没人养树蛙。专家研究半天，说树蛙只可能是从外面人为带回来的。问了一圈，主人说前段时间从乡下拿回来很多白菜，准备做泡菜。专家一拍脑袋，说树蛙很可能就藏在了白菜里，阴差阳错就蹦到了面盆里。现在重要的是赶快把它解救出来。把面盆拆下来，刚切开一个洞，树蛙就跳了出来，小小的一只，非常可爱。大家决定先暂时把它养在家里，等春暖花开时再让它回归自然。他们对着大妈的胸部 X 光片议论纷纷，都感觉不可思议，因为 X 光片显示大妈胸口竟然有根5厘米长的针，距离心脏只有1毫米。拿金属探测仪在大妈胸口一扫，仪器就会发出哔哔哔的声音。这针已经在体内存在10多年了，最近体检才发现，关于这针是怎么进入体内的，大家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吃东西误吞下去的，但这个说法很快就被医生否定了。通过食道很难到达现在的位置。另一个大叔说，也许是大妈做完针线活后睡着了，翻身过程中针就刺入了体内。医生说这种假设是最有可能发生的，因为胸前的软骨很容易就会被刺穿。现在针距离心脏只有1毫米，剧烈运动或者稍有不慎都可能危及生命。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针取出来。在进行了全面检查后，医生表示手术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发生紧急情况。医院在做好万全准备后，大妈被送进了手术室。针和静脉看起来很相似，因此很难区分。为了避免触及肺部和心脏，手术不能出现一丁点的失误。不过还好，经过漫长等待，医生成功把针取了出来，已经变得锈迹斑斑。术后大妈状况良好，看着伴随了自己10多年的针，大妈唏嘘不已。她当着医生的面，用随身携带的铁锤疯狂敲自己，边敲还边笑。敲完肩膀敲膝盖，这可是一把货真价实的铁锤啊！大叔每天就用塑料袋装着随身携带，一有时间就哐哐往身上敲，即使在门外也能听到敲打声。敲完膝盖敲肚子，敲完肚子敲敲胸，顺便敲敲胳肢窝，接着敲下巴和上巴，最后敲敲脑壳，从下往上敲了一遍。他说一点都不痛，甚至还挺爽。摄像小哥试了试，差点是试。大叔给自己这套按摩手法取名锤子疗法，说自己一身腱子肉就是这么敲出来的。锤子疗法还可以燃烧腹部脂肪，8块腹肌也是这么来的。这么看来好像真的有用，但不管怎样，大叔已经收获了一批小迷妹。这些处在更年期的小迷妹都觉得锤子疗法能消除疼痛，缓解疲劳，总之非常有用。关键还都觉得大叔很帅。但当他脱掉上衣，脊椎都被敲得通红，长了厚厚的老茧。来医院检查，发现大叔有颈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明明敲打后很舒服吗？怕医生不信，当面拿铁锤哐哐敲了起来。敲完上面敲下面，医生表示锤子疗法确实帮助他锻炼了手臂肌肉，但不建议继续做，很可能会加重颈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听了医生的话，大叔回家就把铁锤换成了按摩椅，笑嘻嘻地表示自己主打一个听劝，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被母蚊子咬一口到底有多恐怖？这相当于往身上插了6把刀，他们对着伤口边吸血边吐口水，甚至还不停拉屎。下面就来看看蚊子恐怖的吸血过程。当你刚闭上眼睛，蚊子就悄悄飞到你身边，找到最容易下嘴的地方，直接就是一口老痰，进行局部麻醉。蚊子的细长嘴巴被称为口器，不到1毫米的口器竟然藏了6根针，它们各司其职。当蚊子开始吸血时，先用2根锯齿针割开表皮最外面的一层，它们非常锋利，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2根刺血针帮忙寻找人体血管，找到血管，蚊子并不会马上就吸，而是先注射一种含酶的唾液，防止血液凝结，使血液能被顺畅吸入，然后就开始了干饭。蚊子一次可以摄入体重2到3倍的血液，为了能尽量多吸食血液，蚊子会把消化器官中的食物残渣尽量排空。它们就这样一边吐一边吃一边拉，从蚊子落到皮肤上直至吸饱，总过程约2分钟左右。就在它吸血的过程中，顺便把病毒也带到血液里，导致每年大量人死亡，蚊子也就成了世界上最致命的昆虫。其实吸血的都是母蚊子，公蚊子的口器没有母蚊子发达，也就能吸一吸花蜜之类的。蚊子叮咬后出现的发痒肿块，
其实是我们自身免疫系统处理蚊子唾液产生的。也就是说，让我们长出大肿包的其实不是蚊子，而是我们积极干活的免疫系统。如果你身上有些肿块特别大特别痒，那么很可能遇到了新手蚊子，它们寻找血管的技术生疏，吐的口水比较多导致的。希望大家都能遇到专业点的蚊子，毕竟肿块能小一点。这是一种比鲱鱼罐头还要臭的食物，一般人闻一下就会吐，他们却爱到不行，平时都舍不得吃，只有招待客人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小姐姐尝了一口，反应非常真实。这种食物就是蓝纹奶酪，这家意大利工厂仍然使用古法制作，能动手的尽量手动完成。每天早上农场会送来新鲜牛奶，一开始就要把凝乳酶和霉菌加入牛奶中，大约20分钟内牛奶就会变成凝乳，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豆腐脑。工人用特制的工具把它分割成小块，把切好的小块装进圆形模具中，每个桶都有编号，这相当于他的身份证。接着把模具放置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每天都要来回翻转4次，来帮助凝乳沉淀。静止1夜后，奶酪成型开始腌制，机器会在奶酪表面均匀撒上一层盐，随后再次送入储藏室。储藏室里温暖潮湿，这有利于奶酪中霉菌活动。质检员会随机检查发酵情况，一般经过3天左右，就需要把它们转移到冷藏室。在这里，每一块奶酪都要被扎上摆针，这是为了让氧气进入奶酪内部，使其长出标志性的蓝色纹理。时间是制作这道美食的关键，根据口感的不同，奶酪要在冷藏室待上2到3个月，直到表面发霉变臭。质检员把洛阳铲插入奶酪，轻轻转动就可以把内部的奶酪带出来，通过气味和口感来判断奶酪是否发酵完成。2个月的蓝纹奶酪还比较柔软，味道类似3天没洗的臭袜子，一般人都比较容易接受。放置3个月的奶酪就已经变得很硬了，内部的蓝色纹理清晰可见，味道也臭得很正宗。记者忍不住尝了一口，成熟的蓝纹奶酪是高档餐厅必不可少的美食，吃面的时候来上一点，臭烘的得劲。发情期的功效到底有多可怕？他们要给这只600斤的鳄鱼拔牙，一个牙洞里竟拔出了9颗，牙龈已经严重溃烂。医生为它进行紧急手术，却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拔牙第一步，先把鳄鱼弄到岸上，饲养员拿一只鸡当诱饵，很快鳄鱼就上钩了，被一点点引诱上来。饲养员用木棍安抚它的情绪，鳄鱼貌似很舒服地张开了嘴，可以看到门牙的位置出现了一个黑洞，感觉蛀牙还是很严重的，需要紧急治疗。饲养员用绳子绑住鳄鱼的上巴，准备给它来一针镇定剂。鳄鱼变得非常暴躁，毕竟有4米长，力量非常惊人。为了安全，大家又套上了另一个绳子。但就在这时，鳄鱼突然使出绝招——死亡翻滚。它每翻滚一次，就会被绳子多缠一圈。为了防止它把自己缠死，饲养员趁它不注意，用一块毛毯遮住了它的眼睛。大家一拥而上，使出全身力气，才把这600斤的鳄鱼控制住。接着给它注射了满满1管镇定剂，但镇定剂对它好像不起作用，鳄鱼还是不停挣扎。大家赶紧又补了一针，这次终于生效了，鳄鱼一动不动。众人合力把600斤的鳄鱼抬上担架，撬开嘴巴塞入了一根棍子，这下就可以仔细观察牙齿状况了。看起来并不是简单蛀牙，里面出现了很多牙齿碎片，牙龈都已经开始溃烂。医生猜测，这可能是由于长了智齿导致的，因为没有足够的生长空间，智齿就把正常牙齿顶到了一旁，慢慢就坏掉了，成了大小不一的碎片。接着用工具挖呀挖呀挖，终于挖出了第1块牙齿碎片，很轻松就拔了下来。不一会用镊子又夹出来1块，紧接着第3块也出来了，一个比一个大。饲养员都震惊了，从没见过这么奇葩的情况。很快医生就从牙洞中取出来9块牙齿碎片，但这还远远没有结束。医生发现在这个牙洞底部竟同时长出了2颗新牙，现在必须要去掉一个。医生用钳子拔了半天，拔掉了一个3厘米长的新牙，现在剩下的一个很快就能长成健康的门牙。最后用药水对内部反复清洗和消毒，就完成了治疗。鳄鱼也慢慢苏醒过来，大家给它松绑。重获自由的鳄鱼好像知道了怎么回事，并没有攻击任何人，慢悠悠地爬进水里，直接钻进了男朋友的怀抱。医生懵了，没想到最后还吃了一嘴狗粮。你因为智齿疼得睡不着，来医院才发现这颗智齿竟然是横着长的，并且完全埋在了牙龈里，外观上根本看不出来，直到切开牙龈才知道这颗智齿有多可怕。不过不用担心，现在就给你拔掉。医生在你脸上蒙上块布，只露出嘴巴，接着在智齿周围不同部位打3次麻药，稍微会有点刺痛感，但很快你就没有任何感觉了。接着给周围消毒。根据智齿生长角度切开牙龈，因为麻药已经生效，基本不会感到痛。如果这时你感觉疼痛难忍，一定要举手示意。医生用镊子掀开牙龈，就看到了埋伏的智齿，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智齿大部分还镶嵌在牙槽骨中。这时要用球钻削一点牙槽骨，通俗点讲，就是用电钻钻你的骨头。这时你感觉不到疼痛，但能听到电钻声，还能感受到电钻的震动，整个头都嗡嗡的。即使这样也不能直接把智齿拔出，医生还要切开牙冠和牙根，把智齿一分为2，所以又需要用到钻头。
现在看来，切开的牙冠部分还是无法直接取出，还得竖着再切一次。这样就很轻松的把牙冠部分取出来了。现在只剩下牙根了，由于埋得太深，还要再削一点牙槽骨。现在用杠杆原理，一点点往外撬，很快牙根就被撬了出来。现在你的下巴可能很酸，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快结束了。由于窗口比较大，最后需要给你缝合牙龈。就这样打个漂亮的结，剪掉多余线头，就结束了战斗。为了让牙龈尽快愈合，你需要咬住一块纱布，保持2个小时，1周之后来拆线。期间不可以喝酒抽烟，避免激烈运动，拔掉智齿。你有没有觉得轻松了很多？你因为不好好刷牙，年纪轻轻就坏掉一颗，为了能啃骨头，即将要花2万块钱在嘴里种一颗。整个种牙过程需要持续半年左右。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的种牙血泪史。这个就是你的牙槽骨，这些大大小小的钻头都是用来在牙槽骨打孔的。刚开始钻孔要选择8毫米的小钻头，为了穿透坚硬的牙槽骨，医生调高了钻头速度。一切准备就绪，钻孔就开始了。现在要逐渐换成更粗的钻头，扩大孔洞。用粗钻头转速一定要慢，否则会导致摩擦生热，烧毁骨细胞。过程中钻头还会一直喷出生理盐水，就是为了降温。现在使用螺丝纹钻头，将孔的上端继续拓宽，这是为了让孔洞和种植体完美契合。随后，医生取来像螺丝一样的种植体，开始种植的时候要尽量调低转速，慢慢推进去，才不会使接触面骨细胞损坏。接着还需要使用扭力扳手把种植体拧紧。现在要将愈合基台连接到种植体上。等缝合好牙龈，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时牙槽骨中的种植体会和周围的骨细胞慢慢融合，这个过程叫做骨结合，最短需要2到3个月，最长6个月左右。经过了几个月，牙槽骨和种植体已经充分结合，就可以把临时愈合基台取下，然后安装上永久愈合基台。现在需要安装人工牙冠，人工牙冠中间的洞是为了以后修理种植牙的时候方便拧开里面的螺丝，但现在要先用树脂填充，接着用灯照射固化。到这里你的牙就种好了，看起来和真牙一模一样。现在就可以去啃骨头了，一定要记得好好刷牙。用黄金来补牙是种怎样的体验？看到最后，我承认我羡慕了。等你躺平后，医生先用金刚石钻头去除腐质，腐质也就是蛀牙上的黑色物质。为了将腐质去除干净，需要在几处做好标记，沿着标记保持垂直，一点点去除。过程中可能会有一点酸胀感，不过是可以忍受的。去除蛀牙的洞称为窝洞，现在要把窝洞内部打磨圆滑，方便后续安装填充材料。接着吹干窝洞内的水分，你这颗牙坏得很深，内部还有残留的腐质。医生换上小钻头继续去除，腐质已经靠近了牙神经，过程中要尽量小心。再次吹干牙齿内部，现在腐质已经清理完毕，接着就进入了修复环节，先涂抹上一层粘合剂。然后用灯持续照射，让胶水迅速固化，随后塞入树脂材料，再次用紫外线灯照射。等树脂固化后，还要用钻头轻轻打磨窝洞的边缘部分，使其变得光滑，这样才能使马上要安装的嵌体紧密贴合，不易脱落。接下来就要印模了，为牙齿量身定做黄金嵌体。先在窝洞里填充印模材料，对材料吹气，以便填充均匀。用力按压后，等印模材料变硬，就可以根据印模制作黄金嵌体。等嵌体制作完成后，医生会再次涂上粘合剂，接着给你安装金灿灿的黄金嵌体。把多余的粘合剂擦干净，等它固化后，黄金嵌体就牢牢粘在了你的牙齿上，这样你又可以啃骨头了。好了，做完了，醒醒吧。
你不小心磕掉了半颗门牙，说话一直漏风，天天被人嘲笑。你决定去做个修复，医生也没有让你失望，最后的修复效果足以让他们闭上臭嘴。不幸中的万幸，磕掉的部位并没有伤到牙根，如果非常严重的话，那就需要先做根管治疗。但像你这种情况，直接进行光固化树脂补牙即可。先在表面涂一层酸蚀剂，让表面变得更加粗糙一些，冲洗吹干后，涂上粘合剂，进行光照固化。接着医生取来石膏模型，制作诊断蜡型，然后系统的补牙操作就开始了。大家记住，如果牙齿不小心磕断了，第一时间保存好磕断的部分，赶快去找牙医进行修补，效果会更好。补完之后呢，医生会用车针进行表面的打磨处理，最后再对牙齿进行抛光，牙齿表面就会变得更加光滑，看上去形态也比较美观。最后取出排龈线，就大功告成了。不过以后不能啃太硬的东西，稍有不注意就有可能导致脱落。他考试交白卷，反而得到了校长的表扬，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给他带了朵大红花。原因是他成了学校唯一一个看出老师出错题目的学生。台上的阿芳一脸懵，交白卷其实是自己看不懂而已，谁都想不到他开挂的人生从此开始了。课上不小心打翻了墨水，他赶紧用衣服擦，却意外擦出了一幅意境深远的山水画，得到了绘画大赛的第1名，顺便还收获了一群小迷妹，时刻被幸运女神眷顾着，让他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本以为长大后运气就会改变，谁知好运反而变本加厉，随手买张彩票都能中大奖，吃个饭就成了店里第9999名顾客，莫名其妙得到了全年免费卡。阿芳不想就这样安逸的过一辈子，跑去做了房产销售。可第一天上班，找他买房的人排队都排到了公司大门口，下班随便伸手，立马就来了几辆出租车，都抢着要拉他。他彻底受够了这种开挂般的生活，感觉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指着老天一顿臭骂。突然间电闪雷鸣，一个雷针就劈了下来，雷结果劈死了正在逃跑的小偷，他含泪获得了良好市民奖。阿芳非常想体验失败的快感，可天不遂人愿，生无可恋的阿芳决定出家。就在剃发前，方丈出现了，只见方丈大手一挥，他便灵魂出窍，意识开始模糊。等阿芳清醒过来，发现一切都变了。打斗地主从来就没赢过，无论跟谁打牌都被对方吊打，就连一旁的小学生都嘲笑他是个弱鸡，他却兴奋得不得了，终于体验到了失败的快感。他50年收藏了4000多种可乐，现在拿在手上的是世界上第1款可乐，已经超过了100年，瓶盖都是用的木头塞子。很多人想喝的82年可乐，他这里多的是，什么造型的瓶子都有，全是脑洞大开的设计，从最胖的到最花里胡哨的都有，还有各种限量款的可乐，有的瓶子上都镶了钻石，还有奥运纪念可乐、美国队长可乐。他还收藏了很多可乐周边产品，就比如可乐主题的录音机，因为都是非常稀有的限量版，收集这些花掉了好几百万。节目组仔细数了数，足足有4000多种。大叔还说会一直收藏下去，要打破世界纪录。然而下面这个大爷的收藏能点燃你的心，大爷在涂口红，但其实这是打火机。他转身又吃起了饼干，其实还是个打火机。他30年收藏了6000只打火机，家里墙纸都是打火机做的，各种你意想不到的打火方式，看着是把锤子，其实是打火机。灯泡也是打火机，牛奶盒都能出火，螃蟹钳子喷火，你能信？灭火器都能出火，这就离谱了。包包能打火，高跟鞋也可以，最小的和1元硬币差不多，小是小了点，但照样能打火。最大的就要用2只手抱着，要说是燃气灶我都信。最独特的要数下面这个，火焰可以分叉，这些火机来自全世界各地。这一款就是来自加拿大的牙刷火机，他每周都要挨个清理一次，打火机已经成了他的精神寄托。然而下面这个大叔的收藏也很费钱，他花100万收藏了5000部手机，全是你没见过的，有设计成香蕉玉米的，保龄球也是电话，超人都背着电话，来电就会蹦迪，还有来电就会吐丝的蜘蛛侠电话，易拉罐也是电话，连鞋底都能设计成电话，密密麻麻摆满了
了房间，地板上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工作人员数了数，光客厅就有2000部，另一个房子更多，但大多都是智能手机，一共算下来有5000部，并且这些都安装了电话卡，都能正常使用。节目组随即拨打了几个，果然就接通了。他说每月光套餐费就得5万块钱，为此连周末都要去兼职。妻子也觉得这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考虑再三，他决定做出改变，把手机都卖掉了，还给儿子买了一屋子玩具。他终于想明白，亲情才是最值得收藏的。和他一样，下面这个人也喜欢收藏，只不过他只收藏座机，整个仓库摆满了座机，一共有3000多部，100多年前的古董电话都有。神奇的是，电话竟然还能使用，不过要像摇动手柄发电才能打电话。大叔演示了一遍，插上了一个什么模块，然后真就拨通了工作人员的手机，通话音质非常好，就好像穿越了一样，很神奇。大叔还打算开一个手机博物馆，把这些不常见的电话展出，供大家欣赏。然而下面这个大爷的收藏更有价值，他5年收集了3000万个烟头，每天都要去街上捡烟头，一天就要捡1万多支，捡满1箱就要封存起来。5年内收集了300多箱。晚饭后他又去捡烟头了，还说现在捡的最多。来到饭店门口，果然发现了很多，不一会儿就全部捡干净了，即使垃圾桶里的烟头也不放过。有人说经常看到他整晚都在街上捡烟头，下雨天也不例外，只要大爷出现的地方就绝对不会允许有烟头。那为啥大爷会痴迷于捡烟头？大爷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警告那些随意丢烟头的人，还说这样能让自己锻炼身体，感到非常快乐。和大爷有同样爱好的还有这只乌鸦，只要看到有人抽烟，他就会发起攻击，趁其不备直接一口夺下香烟，接着把香烟捣碎丢进垃圾桶。小哥说自己每次抽烟乌鸦都会出现，好像是针对自己一样。工作人员假装抽烟，看会不会遭到同样待遇。乌鸦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假装毫不在意的路过，突然一个箭步向前叼走了香烟。所以无论是谁，只要抽烟就会成为他的目标。香烟到手，接着又用翅膀把烟弄灭。为啥他会有这种迷惑行为？专家认为他是想把香烟的气味涂抹到翅膀上来驱赶寄生虫而已，很多鸟类都会这样做。好吧，原来如此。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婴儿车被包了起来，里面时不时传来怪叫，没有人知道婴儿车里面是什么。大妈整天推着婴儿车流浪，晚上就睡在公共厕所，这样生活了10年。问他为啥不回家，他却说家里有个怪东西会隐身，就算在外面冻死也不敢回去。即使在外面，他依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跟着自己，警惕地看着四周。白天他又毫无目的的流浪，拿出一盒猫罐头开始吃，还往婴儿车里放了一点，这才看清楚，原来婴儿车里面还有一只猫。经过一番沟通，大妈同意带我们去家里，他家门上安装了5把锁，里面还有一道防盗门，进来后要赶紧用一个柜子挡住，屋里窗帘紧闭，没有一丝光亮，并把所有家当都放在了衣橱里，甚至包括电饭煲。节目组安装了摄像机，想要拍到大妈说的那个怪东西，然而一夜过去并没有任何发现，却发现大妈行为举止很反常。只见她半夜好像听到了什么，惊慌的来回走动，还时不时跪在地上，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节目组很疑惑，大妈神秘的指了指天花板，说你难道听不到声音吗？那个怪东西就躲在天花板上呢。但工作人员并没有听到任何奇怪的声音。节目组觉得这一切都是大妈想象出来的，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她决定去医院。一番交流下来，医生说她患有妄想症和精神分裂，必须尽快吃药治疗。原来之前她妈妈生了一场大病，因为没钱治疗嘛，很快就去世了。没过多长时间，父亲也去世了，她感觉自己没有保护好父母，从那时起内心充满了愧疚，只有在人多的大街上才能避免内心的孤独，只要在房子里就会产生屋里有别人的幻觉。相对来说呢，下面这个大妈就正常多了，鸡蛋连壳一起吃，一天要吃1斤蛋壳，大妈已经吃了10年。香蕉在裤子上蹭2下直接连皮吃，再来一口带皮的橘子。哈密瓜带皮吃，甚至连苹果核也要吃，这样吃不会吃出问题吗？而他自己却说这是外壳救了他的命。这又是为啥？他也不解释反而变本加厉，觉得果壳不过瘾了，直接吃起了生板栗，看样子味道也不错2口就能吃下1个。大妈的闺蜜都很担心她，叫她来吃饭改善一下，没想到大妈却把饭菜扔在一边，拿起蟹壳直接开灶。她边吃还边嫌弃，说螃蟹还是生的好吃，接着又把朋友吃剩的鱼骨头用菜叶包起来，几口就吃了下去。那她为啥要吃这些呢？真的是奇怪。到目前为止，带皮的水果没有什么是大妈不能吃的即使是榴莲它也是带皮这个没有。大妈说果皮才是好东西，有营养，而且自己很健康。接着她终于告诉大家吃这些的原因，原来当年她得了很严重的胃溃疡，有天痛到无法忍受，莫名其妙吃了带壳的鸡蛋，没想到喂了一下她就不疼了，从此就走上吃壳的道路。节目组也带她去检查了，胃病真的好了。
了，身体啥毛病没有，但医生还是建议大妈少吃，不然很可能会损伤肠道。一定要吃的话，最好中午吃。和大妈一样，下面这个大爷也是狠人，他把洗洁精当沐浴露，白醋当洗面奶，食用油拿来护肤，还说比护肤品好用。13年来都是这样护肤的。护肤3部曲安排上，第一步，往毛巾上挤入洗洁精，接着往全身涂抹，脸上也不能少啊，拿水一冲，第一步完成。接着倒出白醋，均匀的涂抹在脸上，拍打促进吸收。最后一步，往皮肤上涂抹食用油，保湿又美白。他说白天要用玉米油，晚上用花生油，这样保湿效果最好。工作人员摸了摸，果然很光滑。这样一套下来的话，就可以上烧烤炉了。不仅如此，大爷刷牙也要用白醋，说可以消菌杀毒，口气都变得清新了呢。至于牙膏嘛，有别的用处。只见他往手上挤入半管薄荷味牙膏，接着就开始洗头了。你别说，泡沫还挺丰富的。大爷说这样洗完清爽自然，工作时也要随身带着白醋，没事就要拿出来涂一涂。看电视也不能闲着，连妻子都不能理解大爷的奇葩操作，直接把妻子熏走了。为了达到更好的保湿效果，他还会用食用油自制面膜。不得不说，皮肤看着细腻了很多，医生也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由于大爷年龄大了，如果继续这样操作的话，皮肤可能会恶化。这种护肤方式好不好不知道，反正我感觉挺入味的。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这个植物一天能长3米，100年才会开1次花。神奇的是，大妈只养了1个月就开花了。几天前，大妈刚从医院出来，就遇到了一个坏和尚，什么都没说，就把这棵植物送给了大妈。自从这植物来到家里，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大妈的身体也在一天天好转。大妈认为这些都是这棵植物带来的，觉得植物被高僧开光了。从那时起，大妈每天都会精心照料，浇水都是用山泉水，嘴里还一直念叨着撒浪嘿呦。刚开始呢，它只是冒出了一个小尖尖，没想到一夜之间长到了3米，而且还在不停的往上涨。节目组架起相机近距离观察，植物肉眼可见的变大。那这棵植物到底是什么？为此节目组请来专家小亮来鉴定这个热门生物。专家觉得很不可思议，说这东西根本不会生长在这里，当地的环境不利于它生长，长成这么高非常罕见。原来这种植物叫龙舌兰，这根长长的就是它的花茎，最后会在顶端开花，据说100年才会开1次花，但只要开花后它就会急速衰败枯萎，一生也只开1次。几天后，龙舌兰真的开花了，看起来好像一把火炬，上面还泛着光，蜜蜂都被吸引来了。它现在的高度达到了4米，全村人都来围观，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据说龙舌兰开花就能实现愿望，众人纷纷低头许愿。然而下面这只小香猪表示不服，他家的宠物小香猪1个月就长到了300斤，2个男人都抱不起来，肚子都快碰到地板了，还长出了3下巴。本来是个迷你猪，结果现在一对比，主人变得很迷你，他直接从佩奇变成了八戒。有次主人想要抱一下结果闪到了腰，当时卖家还郑重承诺，迷你小香猪长不大，最多不超过30斤，假一赔10。可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主人才发现自己上了当，佩奇不仅能吃，而且长得飞快。主人找卖家售后，卖家说可以赔你10倍，你把货退回来，我们重新给你发10只小猪仔。主人一想，不对啊，我这不成养猪的了吗？毕竟养了这么长时间，都有感情了。主人决定给他减肥，第一步带上计步器，一块行走的五花肉上线了。刚走了2步他就躺下了，主人以为他至少能走30分钟，结果他要休息30分钟。第二步吃减肥餐，用食物引诱他走路，结果主人却累瘦了。最后主人想到一个绝招，给佩奇制作了一个结实背带，前面吊上一根他最爱的胡萝卜。你别说，效果不错，他走路积极多了。几天后再次上秤，减肥效果非常明显整整减掉了半斤。最后主人表示会一直陪着佩奇减肥，希望佩奇能变回迷你猪。然而变大的不止佩奇，下面这家房子里也有个大东西，每天都有个不明生物趴在他家窗户上偷窥，上面还留下了巨大的指纹，纹路非常清晰怎么擦都擦不掉，而且只要太阳出来它就会消失。一到晚上呢，消失的指纹又重新出现，只有卧室的窗户会出现这种现象，就算更换了新窗户，指纹还是会出现。诡异的现象持续了好几个月，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节目组呢全程监控，结果一直到深夜都没有出现什么怪东西。白天一看呢，指纹果然消失了，这很不科学。那会不会是窗户本身的质量问题？卖家说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猜测是玻璃生产过程中吸盘导致的这种痕迹，但是现实中并没有那么大的吸盘。节目组在工厂继续寻找线索，玻璃的存放方式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上面出现的纹路和家里指纹很像。老板说刚生产出来的玻璃很热，需要在下面垫上一层厚厚的油纸，那指纹会不会就是油纸印上去的？随后专家对着油纸分析了半天，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反正总之结论就是玻璃上的纹路还真是油纸印上去的。至于白天指纹就会消失，是由于温度升高导致的。主人这下放心了，说以后不用再换窗户了。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他脑袋里长了蜘蛛，每天都要用吸尘器吸出来，这些就是从鼻子里吸出来的，吸出来的时候都是活的。他觉得脑袋里一定有个蜘蛛窝，甚至还在不停地产卵，这些蜘蛛天天都在他的脑袋里面爬，把他痛苦了好几年。为了缓解疼痛，他不停地敲打脑袋，
还要去碾碎正在脑袋里到处爬的蜘蛛。办法想了好多，医院都去看过了，但依然不能解决问题。长期的痛苦导致他从150斤降到了现在的100斤。他认为彻底把蜘蛛消灭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火化了，和蜘蛛同归于尽。为了帮助他，大家找来了专家。专家仔细观察吸出来的蜘蛛，发现这些蜘蛛竟是不同品种的。专家还说蜘蛛根本不可能在我们体内生存，但大叔却不能接受这个观点，因为自己实实在在的能感受到蜘蛛带来的疼痛。他觉得专家根本不能理解自己，实在没办法了。大家又带他来到了大医院，经过内窥镜仔细检查，还是找不到蜘蛛的任何踪迹。然后又推他去照 CT， 片子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问题，真的是奇怪。结果没想到在他走了之后，医生却无意在片子里看到几个奇怪的白点，还真有点像一个什么东西做的窝。他回去之后症状依然没有减轻，蜘蛛反而变本加厉地折磨他，他只能猛地往身体里面灌药，在鼻子里面也涂药水。他整夜无法入睡，甚至在吸入烟雾后捂住鼻子，想把蜘蛛熏死。虽然这样自己也不好受，但是总归能让蜘蛛消停一点。不久后，医生把他请了回去，想看看他的脑袋里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经过仪器查看，发现原来那白色的东西是他年轻的时候做颈椎手术留下的固定器，并不是什么蜘蛛窝。那蜘蛛到底是哪来的？大家研究了半天，发现蜘蛛是从他吸尘器的缝隙里面钻进去的，也就是说这些蜘蛛本来就在吸尘器里。一切都是误会，解决了这块心病。2个月后，当大家再次见到他，精神面貌已经远超过去，成为了一个正常人。这猫有个怪癖，连医生都大为震惊。它1日3餐只吃泡菜，而且必须要够辣，饿了就会对着冰箱一直叫，因为冰箱里就有它梦寐以求的辣白菜。主人受不了了，从冰箱拿出了一片泡菜，小白闻了闻，几口就吃完了。看起来一片泡菜根本不够吃，主人又把泡菜和米饭拌在一起，给它做了个泡菜拌饭。但小白很挑剔，只吃了拌饭中的泡菜，1粒米饭都没吃。主人说小白是流浪猫，刚捡回来的时候它什么都不吃，直到拿出泡菜的一刻，它竟然2眼发光，一直叫个不停，才知道这猫喜欢吃泡菜。我们都知道韩国人喜欢吃泡菜，难道韩国的猫也都喜欢吃泡菜吗？随后节目组做了个实验，分别准备了4种食物。现在第1只猫登场了，只见它来回闻了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猫粮。第2只猫闻了闻泡菜，看起来味道不错呀，然后就选择了旁边的鱼罐头。接着一只3个月大的猫咪上场了，它直接就奔向了猫粮。你看，连3个月大的猫咪都知道猫就应该吃猫粮吗？最后到小白出场了，他都没看一眼猫粮以及鱼罐头，对着泡菜就开始干饭。主人觉得泡菜太辣，吃多了不好，于是把泡菜洗完再给小白吃。结果小白闻了一下，连连后退。小白心想，洗过的泡菜能叫泡菜吗？随后竟离家出走了。等发现他的时候，他正在垃圾堆里吃泡菜，吃得满嘴通红。小白为啥对泡菜这么情有独钟呢？该不会有什么毛病吧？主人带他来到宠物医院，医生听完也大为震惊。一番检查下来，小白身体却很健康，只能说他天赋异禀。不过呢，医生还是建议要少吃泡菜。主人也很听话，回家就给小白做了泡菜味的猫粮，把猫粮和泡菜混合在一起。没想到啊，天生傲骨的小白竟然配合吃了起来。那就希望小白尽快戒掉泡菜，做个正经猫咪吧。整条街只有这棵树，每天早上都会剧烈晃动，鸟都不敢在此停留。往下一看，才发现有个大叔在疯狂的拿头撞树，哐哐1分钟就要撞60次，都撞出血了。大叔却说这样对身体好，脑袋锻炼完，肩膀也不能少，拿出药膏随便涂一涂就好了。这样真的不会痛吗？大叔轻蔑一笑，说自己已经锻炼5年了，还让记者摸摸看，果然已经练就出了厚厚的老茧。大叔还一脸傲娇，劝大家不要模仿，否则很可能脑袋开花哦。这条街上的店主都说，每天都能看到大叔撞树，就没见过额头不流血的时候。不过呢，还是心疼这棵树多一点。大叔看起来一身的暴力，工作起来却非常安静，为啥会选择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大叔表示自己以前是拳击手，因为比赛打得不好，根本赚不到什么钱。为了养家糊口，他脱下拳击手套，拿上锤子，成了一个修鞋的。由于摊位所在区域治安很差，经常发生一些打架斗殴的事件。为了防止别人找自己麻烦，他决心变成一个狠人，让别人都知道自己不好惹，所以就开始了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节目组决定给大叔一个惊喜，带他来到拳击馆，面对久违的沙袋，大叔跃跃欲试，熟练地缠上绷带，和陪练一阵切磋。毕竟久输战场，看得出来力不从心，但大叔还是很开心，这是自己的梦想啊。大妈每天买1只公鸡，却从来不吃，一到深夜就把鸡放在陌生人的店门口，连续4年从未间断。店主说从来没见过真人，刚开始也没在意，直接就吃掉了。接下来的几天，每天都能收到1只。可奇怪的是，附近其他店都没收到过鸡，这很明显和自己有关。他吓得不敢再吃，这很像是一种诅咒啊！怀疑是同行嫉妒自己的生意，恶意放在这里的。店主决定把自己经营的中餐厅改成面馆，并把菜单中关于鸡的菜品全部下架。即使这样，每天早上鸡还是准时出现，从不缺席。这下店主更慌了，大家决定偷偷安装监控，找到这个放鸡的人。一直等到深夜，监控中出现一位可疑人员，他神色慌张，四处张望，确定没人后，
放下鸡转身迅速离开了。店主吓得不敢说话，因为这人他之前就认识，好像就住在这附近。大家检查了沿街所有监控，果然发现了他的行踪，最后走进了一栋公寓。大家决定在公寓楼下蹲点，等了整整一天，在傍晚时分终于等到了大妈。大家赶紧追了上去，质问大妈为啥要这么做，但大妈一口否认，简单丢下一句我什么都不知道，接着快速跑开了。记者一路追，大妈终于顶不住了，说出了2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요새 사람 다 하고 사는 사람이 세상이 아니야? 아무개라도 다 사랑하고 사는 세상이 아니야? 这是啥意思呢？原来是大妈认为来韩国工作的人不容易，看到中餐厅就有种莫名的好感，觉得应该帮助来韩国的中国人，分享一点自己的爱。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在大家的撮合下，大妈和店主终于见了面，沟通下来，误会解开了。店主现在可以放心经营中餐厅，大妈也不用以这种怪异的方式继续散播爱了，省流。我觉得像剧本。大妈家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东西，就在她拔牙回家后，家里就凭空出现了一包牙齿，参差不齐的，足足有20颗，其中还有好几颗烂牙。牙齿是大妈整理橱柜时发现的，刚开始还以为是干燥剂，仔细一看差点吓死。这牙比正常人类的牙齿小了很多，真的是人类牙齿吗？牙医看了一眼，说不仅是人类牙齿，而且还是小孩的乳牙。一个人一般就有20颗乳牙，而这一包恰巧就有20颗，从形状上判断，应该就是同一个人的，很明显是专门收藏起来的。一听说是乳牙，大爷很不理解，因为老两口根本就没有孩子，最近也没人来过家里，那为啥会出现在自己家呢？这会不会是某种诅咒呢？随后记者在家里发现了蹊跷。10号这天，日历上标注的行程是去看牙医，大妈说那天确实去拔牙了，自己记性不好就在日历上做了标注，那会不会是她不小心从诊所带回来的呢？大妈却一口否认，大家也不确定她有没有健忘症。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接着来到牙医诊所，调出了监控，确实没看到大妈拿走任何东西。那牙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聊天中得知，这房子是他们租的，1年前才搬进来的，而且房东就有个孩子。大家瞬间醍醐灌顶，这牙齿8成就是房东孩子的。接着联系到了房东，一问才知道，这牙齿确实是他家小孩的，当时搬家忘记拿了，一切都是虚惊一场。大叔每次做饭要先洗一盆碎玻璃，洗完再加上几勺白糖，直接就端上了餐桌，放着一桌菜不吃，他却只想吃玻璃。老婆怕他吃死了，想让大叔吃一块玻璃就上一口菜，但大叔根本不听，玻璃直接成了他的主食。一天吃的玻璃可以填满2个啤酒杯，现在还越来越离谱，上班都要带着满满一杯玻璃碴子，没事就赶紧拿出来吃一块，走到哪都带着。下班后就去玻璃店挑选零食，挑挑拣拣弄了一大袋，回家还要根据口味给他们分类，不同厚度的玻璃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医院的点滴瓶是他的最爱，吃起来酥脆有嚼劲，灯泡吃起来就差一点，不过呢也很爽口。记者忍不住问他，到底为啥要吃玻璃呢？没想到大叔却反问起了记者：那你为什么要吃饭？为什么要喝酒？为什么要抽烟？喊咖喱嘛，这个嚼一口非常香。这把记者看得一愣一愣的。大叔，你冷静点啊喂！来到晚上，大叔去聚餐，他只是端起了空酒杯，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因为他直接把酒杯给吃了。老板说每次他来吃饭，饭店酒杯就会少好几个。酒足饭饱后，大叔也终于说出了吃玻璃的原因，都是因为20年前的那件小事。当年大叔还是个初入职场的毛头小伙子，刚签了一个大合同，正在陪客户吃饭，由于自己不能喝酒，被客户一番羞辱，说他不爷们。这话伤了大叔的自尊，一气之下吃起了酒杯，就这样一吃还吃上瘾了。现在大家都想知道他身体真的健康吗？没想到啊，大叔却在医生面前表演起了吃玻璃，医生直接吓得不敢看，啥也别说了，直接上仪器检查吧。检查发现大叔其实有肠道问题，医生说大概率就是吃玻璃导致的，虽然目前看起来问题不大，但还是要停止这种行为，否则会导致肠梗阻。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